赵总，您只需要给我一个位置，那么他就是您的了。小孟，赵总，把这个 U 盘尽快交给依莲，让依莲按照里头的配料表尽快生产出产品来。赵总，依莲小姐说了，光有配料表不够，还得有样品。徐小姐，你听见我秘书说的，光有配料表是不够的，还得要有样品。这件事情我就帮不到您了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。谁？许诺。我当你说谁呢？许诺？你当我是个傻子？赵总，您别着急呀。据我所知，在3年前，许诺把兰珍的配方给了沈志泽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世界哪有不透风的墙啊？只要想知道的事情，怎么会查不到呢？你们兰珍也有几个嘴巴不严的。可是我跟迪欧已经签了协议了，对许诺没有威胁呀。这对许诺没威胁，对其他人有啊。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，非把我叫过来。好久不见啊，许诺。不怎么想念。你怎么脾气那么大呀？30岁不到，天天更年期呀？看来迪欧也不怎么养人嘛。赵总，就凭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，说真的，我要是你，我都不好意思约我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当老板，你只能替别人打工。你是不是闷得慌啊？我妈那广场舞队正缺人呢，要不我给你引荐引荐？还是算了吧，这样的美差，还是等你退休以后留给自己吧。没什么事，我走了。别着急呀，我真有事儿跟你说。啊，走。最近新产品研发的事儿，让你很辛苦是吧？我警告你，别打新产品的主意。要不说我怎么喜欢跟你这样的聪明人聊天呢？我就跟你直说吧，我要你带着新产品的配方回来兰珍。赵总，我说你是没睡醒还是得了妄想症？咱有病治病行不行？我可以给你找最权威的专家，但你别再耗我时间了，我真得回去工作了。你先看看这个，这事儿都过去3年了，当初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不能再追究我的责任。怎么，你还想拿这个威胁我？哎呀，什么威胁不威胁的，说的我就像一个地痞流氓似的。好歹我也是个生意人，我怎么能干出这么不入流的事情？我是在收拾资料的时候，不经意的看到了这个东西，看在老婆的面子上，想过来给你提个醒儿。这合同里面清清楚楚、白纸黑字的写着，迪欧赔偿兰珍新产品开发所有的损失，而且里面还附加了不追究你责任的条款，所以也就证明了迪欧当年用不正当的手段偷走兰珍配方的这个事实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后面的签字，这后头谁签的字？是林凡代表沈志泽过来签的字。你可以回去问问林大壮，我要是把这个东西往法院一递，再找人吵一吵，制造一点舆论，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让沈志泽把你3年前没坐过的牢给坐回来。可是这上面
也清清楚楚地标注着，你不能再追究责任。你要是上诉的话，你自己也会受到牵连。对啊，我还真有点害怕。就算是受牵连，我也是受害方。兰真当初花了那么大的心血，投入那么多的精力，结果呢，全被你们给毁了。你们毁掉的是一个我想要建立化妆品商业帝国的梦想。我等了那么长时间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就算把我自己搭进去，我也要跟沈志走同归于尽，再让林帆陪葬，让你们整个丢陪葬。这是什么？啊？报应！报应来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事儿出来以后，后来你又留下来，留在了兰真，又替我工作了3年，也帮我创造了不少的价值。其实我赵天成也不是一个说不讲情义的人，我就给你一个当圣母去拯救他们的机会，带着新产品研发的配方回到兰真来，这个事情从此以后我就不再追究了。你听好了，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，不过别怪我不给你提这个醒儿，机会只有这一次。我要是把这个东西往法院一递，制造一点舆论，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让沈志泽把你3年前没坐过的牢给坐回来。我也要跟沈志泽同归于尽，再让林帆陪葬，让你们整个丢陪葬。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机会只有一次。女士你好，请把车窗户摇下来。这个路段不让停车，赶快把车开走。哦，对不起。